老公，那个英语家教你就定了啊，男生外语学院大3的，哇，他的口语非常好。老婆，你这么做有意思吗？什么啊？我是说，你这么严防死守的看着我，有意思吗？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，你还记得老贺吗？哦，早死了，猝死。老公，他才46岁，就大我10岁。哎，老婆，我在想啊，我能这么欢实的蹦跶，也就10年，真的，就10年。我可以答应你，10年之后我一定收心，好好回家陪你过日子。但在这之前，我不想委屈我自己。老公你在说什么呀？老公，你说过会爱我一生一世的啊。你答应过我只是对我一个人好的。在普陀山，你当着菩萨的面前说的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记得呀，我都记得。但是人会有变化的。人有什么变化？是你有钱了，还是我老了？都不是。诗华，是我高估了我自己，低估了人性。我问你上什么班？家里缺你点钱吗？啊？不是你去哪儿上班不好，非得去周木村那里？知不知道什么叫猪队友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。老婆，我不指望你能帮我多少忙，但我求你了，不要拖我的后腿，不要当脚趾棍儿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宋启峰拉进来？我就是想把周木村挤兑得远远的。我看不惯这货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你倒行。这孙子给我玩阴的，来这手。我不知道呀，我去他公司上班，怎么就坑了你呢？不知道不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是没看见刚才宋启峰的眼神，人家一句话没说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你去周木村那里上班，那我和周木村什么关系啊？我俩什么关系啊？撇得清吗？我没有想那么多呀，我只是想要跟上你的节奏，这也错了吗？而且我是想问你的，但你太忙了呀。行了行了，我还不知道你藏什么心思，你就怕我说你无所事事，你想干出点什么来，好给我一个惊喜，对不对？什么鬼惊喜？你就是人家一个棋子来搞我的。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我怎么会知道你们中间有那么多复杂的关系？你做什么项目，跟谁好不好，我怎么知道呢？真是老婆，我真的是服了你。对了，那个罗曼是你介绍给周木村的吧？就只有吃过一次饭而已。
老婆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啊！人家羊都是不小心入了虎口，那你呢？你这羊啊猪啊，自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，自己往上送是吧？我就不明白了，钟无岁有那么大魅力吗？把你们全都洗脑了是吧？老公，我错了，是我搞不清楚，我马上去把工作辞了。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行了，我也不该说那么多，我也不该骂你，但你要长点心好吗？你倒是告诉我，什么叫做来真的呀？行，明白。毕竟像我们老周这样有品位，还帅，各方面质量都优秀的男的，世间不可多得。我根本跟你说过，我特别喜欢你这样子。去哪儿？我让刘师傅先送你。不用，我叫好车了。公归公，私归私嘛，公私要分明。周总说的我都记心里了啊，省得遇到熟人你也不好解释。走了。凯西姐，你好有气质啊，好好看。哎呀，哪有啊？就好多年都没有拉手，都生了。就我们家那陈绵非要我上台，他呀也不怕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垮掉。还记得当年陈绵第一次出席大场合，我帮他买了一件新款的风衣。我跟他出去吃饭，他真的不要太显摆，就跟那个服务员说，帮我把这件名牌风衣挂起来。天哪，我都头都抬不起来了我。就我们两个啊，就真的就是暴发户，苦日子过过，好日子也过过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共同的话题，所以我想做点自己的事情。我想要创业。我记得陈冕当年创业的时候，好像还休学来着，是吧？他家里人不反对吗？他们陈家世世代代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，全家都听他的。当年他要创业，我也是支持他的呀。苦是苦了点，那我觉得没有关系。你看啊，陈冕想要创业，得到的全是助推力，家里支持他，女朋友理解他。我们呢，我们就不一样了。我记得当年我想北上的时候，都是偷偷摸摸走的。哎呀，我爸妈知道那个生气呀，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“自从你做了这个，我们没有一天是开心的”，到现在还在说。所以
我不得不说，我真的发自肺腑的羡慕陈绵。哎呀，宝贝，你还是帮我想想吧。如果今天我想要创业，我可以做点什么呢？2条路。第一条，曲线救国。就是你找陈冕给你投资，弄一个盛大的网红店，但是吧，显得咱没志气。你肯定不愿意。第2条呢，就是用你现在的时间精力去置换资源。但是你要想清楚啊，你这个家就可能顾不上了，你愿意吗？那不行。哎，你要不试试自己创立一个品牌？我看挺多太太不都弄那种小众珠宝店啊什么之类的吗？那格调还蛮高的。是格调高，失败率也高。要不说啊，你就别想着一处是一处了，你就跟家好好待着，当贵妇得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跳跳妈妈，今天的黄鱼要怎么做啊？黄鱼就做黄鱼烧年糕好了。很简单的记一下啊。你就先把黄鱼洗干净，然后擦干，两边打花刀，然后煎至两面金黄，然后呢再请另一个锅把五花肉加进去，煸出油以后加葱姜蒜，然后呢再把煎好的黄鱼放进去，加上料酒跟高汤，然后再把切好的年糕还有调味好的年糕放进去，年糕煮熟了就可以出锅了。好。好厉害，很简单的啊。很简单吗？哪里简单？做过一次就知道了呀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就弄一个短视频做美食博主，多好啊！而且陈叔叔本来就是大厨啊，你有祖传手艺，糊弄外行，那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挺好的，凯西姐，真的挺有看点的，挺好弄的啊。是吗？那我有什么卖点呢？你的招魂生活就是你的卖点呢。你以为这个生活谁都能有啊？是不是啊？而且这个菜谱啊，就是一定不要太家常。但是你的表述方式呢，要很家常，就像你刚刚那哒那一段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拍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露脸，但时不时的吧，就带到你家厨房的全景。低调的秀，神秘的拍，激发网友的好奇心，大家可吃这套了。我老爱看这个了。啊，那具体要怎么搞啊？首先，我们得要有一个便宜好用的摄影师，他得前期后期全都包了，活儿还得不错。我认识一个叫肖南柯，就是有点心高气傲，总想去拍电影。我在剧组待的多，我可以把那些杂活什么全给你包了。可以。好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好。看看。OK 的。那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。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然后拍的时候啊，不拍脸，只拍手，只拍这双养尊处优且会做饭的手。一个固定机位，暖光铺着，小音乐给着，小词儿说着。网红，哇塞，我都感兴趣了。但是如果大家都对分级大纲有意见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把分级做扎实了，对吧？也省得以后返工。可是老板着急了呀，这么久了，分级始终拿不下来。哎呀，好多东西啊，我觉得在分级上解决不了的，在剧本上都能解决。那老板希望多长时间看到剧本呢？前3集1个礼拜可以吧？打铁趁热。老板等着呢。拜托了。行。
来，老公吃点水果。行。其实啊，主要是罗曼的想法。我想反正也没有什么成本嘛，试一试也没有关系。你觉得呢？有点意思。真的吗？我就说啊，第一期一定要做那个野生大黄鱼啊，拍起来金灿灿的，可好看了。我们一共呢做了4、5条。哎，老公你知道吗？原来拍这种美食视频啊是不能做全熟的，拍起来就不好看了。还不错。上传了没？反响怎么样？你没有审核过，我哪敢啊？传呗。这种小视频一开始一定不会有水花的。反正你多拍多传，多看看评论呗。哎，老公，要不第1期你来发，有纪念意义的。来呀！老公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以后我拍完以后就发给你看，你帮我提点意见。让你那个摄影师啊，多注意一下灯光。还有啊，多给一些机位，要不然太单调了。还有，最重要的是你的节奏要加快。碎片时间，就观众才爱看。哎，老公，你再说一次啊，我记一下。让摄影师注意一下灯光，机位多一点，这样。你睡了吗？还在赶剧本呢，你明天回。下楼。这么晚跑过来，刚下飞机。你是不是头都没洗？脸也没洗，洗过吗？我今天可能不能赶你回去了，要赶剧本。上车说。为什么不能去？要赶剧本，还有好多没写呢。我去了你家，再折腾回来，太麻烦了。有个人没在我家写过。明天艾迪要来跟我一起并肩作战，就别来回折腾了。忍忍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很累啊？酒店的床是个习惯，好几天没睡好觉了。是不习惯酒店的枕头，还是不习惯身边没有我啦？这么累，
你就早点回去休息，好不好？我要多抱你一会儿。宝贝，我发好喽，还是陈明把它抢过去发掉的。他看的还挺认真的，说呢我做的不错，然后啊就一直碎碎念，一会儿说你应该要这样啊，你应该要那样啊。哇，还好他是我老公，不是我老板，不然我就烦死了呀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说明你们家陈总还是挺在乎你的，是不是？不过我发现啊，他们这些当老板的，是不是都想着一出是一出啊？昨天老周也是，招呼都不打一下，直接到我家楼下了。本来我在赶剧本，还得下去应酬他。哼，你猜怎么着？搞得我真是写剧本写了1夜，服了。你说烦不烦人？可能要注意一下打光，然后机位再多换几个，节奏可以再快一点。机位不变是之前跟龙曼老师说好的，而且我就算现在想配合你，我也做不到，没有那么多设备，再说也不是一个价钱。哦，要不咱这次先按方案这么拍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下次再换方案。什么叫镜头少？可是这样镜头语言就是很单调啊！你别人看着看着我睡着了都能。网上很多美食博主都是这么拍的。哎呦，那你看进去了吗？你看谁拍的呀？你为什么要学别人啊？那你拍？我拍什么？我不是摄影师，没见过这么不上心的好吗？都是艺术讨论，我们不用太较真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那么早回来了？其他小朋友都玩飞盘去了，他玩不了就不高兴了。宝贝，没关系的，说好了就可以玩了呀，没必要不开心的嘛。喂，老公啊。我妈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哦，我刚刚在拍视频，手机静音了。妈就只是想要帮她跟几个闺蜜订一下机票跟酒店什么的。啊？虎头 T 恤？一定要现在吗？一定要现在啊？好。那妈妈等一下开完会再陪你玩好不好？素材我看了，实话实说，挺有失水准，是不怎么样。罗曼老师，咱们除了干活，最怕的就是不专业的领导专业的，现场到底听谁的？凯西呢，不是咱这行的，肯定是不专业的，但他起码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，他会表达。至于钟倾城，你可以找点他的片段来看看。算了，找也找不到他在哪儿。我看过他演的戏，
哪怕是一个很小的角色，也能演得活灵活现的。我觉得有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轻易把专业不专业随随便便的扣在别人头上。不是你一个人怀才不遇。视频没什么人看怎么办？每天清晨，村里的妇女都会到河边洗衣服。她们将衣服放在石块上，然后用木棍敲打，衣服很快就被洗干净了。看着村民们来来往往，辛苦劳动，石头感觉心里暖暖的。刚刚在写剧本，飞行模式了，找营销号转发，先涨点粉。找什么营销号？怎么让人家转发？手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去找你哥去。这老傅啊，确实做的有点绝了。你说他这个婚礼办的着急忙慌的，够打脸的了吧？他还让薇薇安净身出户。你是讲李维安？前几天我们家阿姨看见的，说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拎着个小行李箱，打了个网约车，老傅都没派车送他。慢点。晨晨，晨晨，现在这晨晨啊，都是阿姨带的。听说想见妈妈都不让他见，你说孩子招谁惹谁了？我找了几个我关注的营销号，你看哪一个合适？Hello， 我的宝贝。哟，大编剧终于有空了呀。那个，我刚刚看了一下邓星野的微博啊，行啊，300万粉丝，到时候他随便帮你转一下，你不就爆了吗？可人家凭什么要帮我发呀？这还不容易。第一步，你就发一些那种不动声色的显摆的微博。怎么发？陈凯希，你少跟我装啊！这你还不知道怎么发？我现在打开你微博啊，随便搜一下“老公”2个字，你看我搜到什么？刚刚发现
先生的私行经理是一个头像很漂亮的姑娘。我有点不高兴，老公斩钉截铁地说，我应该是他客户里面最穷的了，你就放心吧。还有个标题，论男人的套路，这不就是范本吗？秀恩爱，凡尔赛，一气呵成，酸甜烦。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看似在诉苦，实际上在凡尔赛，这种叫什么？苦中带烦。西西，你挺有这方面的天赋的。哎呦，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刚有钱吗？就喜欢发那些有的没的嘛。哎，你还是具体跟我说说要发什么啦？具体，你这样，你就转发一下陈冕公司要上市的微博，然后就发一个句号就行了。就发一个句号。啊，这就是最高级、最简洁的烦呢。然后你不是要去评论他的微博吗？你评论的时候你也记住了啊，言简意赅啊，点到为止。我看这个邓星爷还蛮有资历的，人家也有家底啊。而且我看他在微博上发的东西，感觉这个人还挺骄傲的，动不动还抨击一下社会乱象。觉得他不会愿意的。他会的，这方面啊，你就信我吧啊。这种装的人呢，在资本面前最喜欢跪了。邓星也回我了，还私信了我，我邀请他来家里吃饭，你来的吧？没有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，我们俩在这吃饭，像不像我给公司立了一个大功，然后你奖励我吃一顿这样的饭？你看他们穿的。我反正不会奖励下属吃这么一顿饭。那我这样的下属也不行？我就不会请你当我下属。为什么？你太聪明了呀！是谁跟我说的？教会徒弟会饿死师傅。那我就当你夸我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像我这样一个聪明的女人。你笑什么？我不说了。好了，说吧，为什么？因为像我这样一个聪明的女人吧，从谈第一段恋爱开始，我就学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装傻。我起码得装得比对方看起来傻。怎么说呢？就要以一个很拧巴的姿势，然后去仰望他，并且得让对方感觉到我在仰望他，对方才会觉得我可爱，好像这样我才能得到所谓的爱情。那会不会很累啊？会啊。但是跟你在一起不用。黄虾好了，这个啊要趁热吃才好吃。太丰盛了，陈太太，我们吃不了了吧？好不容易请到您，我太开心了。我平时啊可喜欢看您推荐的书了，我一连看了好几本，收获老大了，品味太好了，我敬您一下。我都以为现在没有人读书了，现在的人就是拿着一个封皮儿，拍个照发个朋友圈，美其名曰社交属性嘛。我大学刚好是中文系的，也不能说有读多少书吧，就算是我一个兴趣爱好。吃吧吃吧，都凉了。好。来。
不错。是吗？我97年的时候啊，我写过一篇文章，是关于 Deep Blue 啊。当时我就说哈，我说书籍会因为互联网而消失，人力呢会因为人工智能呢被取代。当时他们觉得我都是在危言耸听。哎，但你现在别说啊，这些事情它都一步一步实现了。哎，你说未来读书和写书还有那么重要吗？归根到底，科技改变了一切，所以说啊，还是陈绵总这样的人，彻底改变了世界。为陈绵总，为科技，为新时代，干杯！这就不错。你怎么看得那么准啊？据我判断啊，就这些营销号呢，通常都是 attention whore。对 ，attention whore 比较精准。他们的刻薄是只针对特定人群，因为他们认为攻击这帮人是最安全的。普通人呢是偶尔要关心一下的，但是攀附新贵是他们的本能。你真的好厉害啊！怎么样？我看他一转发，你点击量好几万呢，效果挺立竿见影的。小姐，你的全手美白已经做好了，要不要考虑再做一个换季深度补水呢？不用了，我这双手又不生气。好，那我出去等你啊。小姐您好，可以麻烦您帮我们填一份问卷调查吗？我们有小礼物送您哦。于小姐还是喝花果茶吗？好，您休息一下。都填很满意是吧？哦，没墨了，不好意思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去换支笔。先用我这支吧。这么完美的女人都留不住他，我凭什么？你先用，没关系。谢谢啊。
玉悄悄了。那现在怎么样？昨天晚上，陈敏回家，我们聊一聊。老周以前问过我，他说：“你觉得什么样的日子是好日子？”我当时说：“陈凯希啊，陈凯希那样的日子就是好日子。”你觉得我过的是好日子吗？老公，那个英语家教你就定了啊，男生外语学院大3的，哇，他的口语非常好。老婆，你这么做有意思吗？什么啊？我是说，你这么严防死守的看着我，有意思吗？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，你还记得老贺吗？哦，昨儿死了，猝死。老公，他才46岁，就大我10岁。哎，老婆，我在想啊，我能这么欢实的蹦跶，也就10年，真的，就10年。我可以答应你，10年之后我一定收心，好好回家陪你过日子。但在这之前，我不想委屈我自己。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老公，你说过会爱我一生一世的，你答应过我只是对我一个人好的。在普陀山，你当着菩萨的面前说的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记得呀，我都记得。但是人会有变化的。人有什么变化？是你有钱了，还是我老了？都不是，是我高估了我自己，低估了人性。有什么你就说嘛。说出来也不解决问题，不说了没意思。我特理解这样的感觉。到底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还是说长大就都会这样？有的时候觉得长大还真挺烦的。小时候多开心啊，说不完的话，一聊一整夜，一聊一整夜，什么破事都可以说。
但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但是吧，我就觉得那会儿所有不高兴的事儿跟你聊一聊，心里就轻松很多。小时候好像觉得说出来了就没事了，现在你呢？你想说什么？今天还要多久啊？还要一会儿呢。快点啊，早点睡。我明天9点飞机。9点，我爬不起来啊！你自己走吧，不用管我了。没关系，你起来要去哪儿告诉我，我让刘师傅来送你。你至于那么着急吗？怎么啦？喊我赖着不走？我是真的受不了家里有别人。我妈来，我都是让她住酒店的。知道，不用跟我解释。快点。